到了红色的门了吗？好，穿过门进入院子里。这里的左边曾经是一个学校，现在是一个老年人中心。如果红色的大门关着，就穿过门缝看一眼。这里曾经是我们的学校操场，李军和我在这里度过了很多时间。回头看到你后面的房子，那个有白色阳台的漂亮大房子，我快要14岁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搬到这里，它现在很可能已经分割成很多家庭了。现在我想给你看一些东西，往前走到我们看到的房子门口。在10号看到左边的台阶了吗？坐下来一会儿，坐我旁边吧。对，就在这个台阶上，我和李军以前在这里坐过。他的钢琴课下课后我们会到这里。有一天他告诉我，他现在可以弹拉哈玛尼诺夫了，因为他的手已经可以伸到钢琴的8度音阶了。他为他的手多么自豪啊！他跟我说，我没法弹拉哈玛尼诺夫，作为一个女孩子，我的手太小了。这不对，我说，有点生气。是真的，让我给你看，把你的手放在我的上面。他说。我把我的手贴在他的手掌，我还记得他手的温暖。我颤抖了一下，这种全新的感觉是这样的热烈，温柔、恐惧、愉快、愤怒，每一种感觉都在瞬间迸发。我几乎想要逃走，但我的手却被他的手紧紧地锁住了，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我们分开，一切都停顿了，那么安静。很明显他也有同样的感觉。我们靠得更近了，然后我就听到大喊。我的父亲从房子里跑出来，很激动地指着李军。他转过身怒视着我，眼睛冒火。他觉得我们太年轻了，不能玩这种游戏。他禁止我们再见面。来吧，我们走吧，原路返回，经过红门。沿着弄堂，我们走回延庆路。这就是所谓的爱情吗？这种期待和害怕的感觉，我心里的温暖又是什么呢？以前视为的家人和好友，怎么突然间成了爱人了呢？现在我每时每刻都想见到他，触摸到他，听到他的声音。从那一瞬间，我所有的感觉都苏醒了，也是从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到一种新的恐惧，失去他的恐惧。我记得一个浪漫的冬天过后，初春来到的时候，我曾经来过这个弄堂。那时候我第一次陷入爱情，旁边的树都盛开着，散发着花朵的清香。我甚至感觉到那顿重的气氛，那种触摸到我肌肤的感觉。上海令人沉醉的空气，它把你覆盖，你可以碰触它，看到它，感受它，像一个俯视着你的古老的灵魂，如此真实，让你从来没有感觉孤独。到了弄底了吗？右拐回到延庆路。
你的周围是延庆路菜场，整个社区居民都会来到这里。清晨就是餐厅的老板、厨师，然后是老人家，他们通常醒得很早。最后的是年轻夫妇，总是很匆忙，在劳累下班后傍晚才来到这里。这里的2排树是梧桐树，李军告诉我，这些树来自巴黎。他喜欢在这些树下散步，大衣笔挺的衣领竖起来，像一个时尚优雅的巴黎男人。我喜欢这些树，尤其是夏天，它们在烈日下提供阴凉。再往前，上海驰名的二奶奶在理发店的窗户后懒洋洋地踱来踱去。当你经过一个黑白格子的理发店柱子时，在你右边的72号，那是朱金妹老太太，她已经有90岁了。几十年来，她一直生活在这老房子里，养育着孩子，向路过的每个人微笑。继续往前走，在你的左边看到了吗？有一家收集毛泽东纪念品的小店铺。在右边有一家餐厅，看到门口那对狮子了吗？作为一种繁荣富足的象征，中国很多地方都会在门口放一对狮子，一头是公的，它的爪子上掌控着世界的重量；另一头是母的，担任着家庭的责任，以及保卫着孩子。就在狮子后面有一道绿色的墙，往右进96号弄堂，走过你右边那扇开着的黑色大门，继续往前走。前面看到23号弄堂了吗？我们往那里走。到了以后，右拐吧。右拐了吗？现在在左边会看到一扇大门，往这扇门走，